其实您来胸外的这段时间，对我一直都挺照顾的。是我自己在仁和养成了一些坏毛病，对您和其他同事都比较苛刻，总觉得自己技术好，就自恋、自大，说话特别不注意。陆大夫，你是在做检查吗？张大夫，其实我想跟您说个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您一直都挺帮助我的，我应该感谢您，不应该不尊敬。不尊敬？是，不尊敬。在你心里，我依然是那个对技术精湛、品格完美的傅老师玩弄权术的人。我有什么值得你尊敬的？你否认针对傅老师了？不否认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个道歉是因为有事儿要求我，所以连违心的尊敬都说出来。是你前男友老师的手术吗？是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？你觉得你不低头向我认错，我就不许你回胸外科做这台手术，是吗？你觉得我明明知道你是仁和医院对这类手术最有经验的大夫之一，我也不会用你，是吗？那你能让我做这台手术吗？如果一个医生把个人升迁、权力斗争放在人命之上，他就根本不配做医生。既然你觉得我如此不堪，还说什么尊敬？你的底线原则都去哪儿了？难道就为了你前男友老师的手术？我们俩认识第一天起，这点破事就没完没了，在医院吵，回到家还吵，不就是做个手术吗？谁做不一样啊？吵来吵去就是这些大道理，也没什么新鲜玩意儿。你们俩也真够恩爱的，吵到现在还没吵翻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是结婚了生了孩子，以后肯定被你俩烦死。我这儿没钱，我住你这儿，但凡我有钱，绝对不跟你们住一块儿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消停点吧，让我安稳睡个觉。梦里面听见你说什么底线、原则，适不适合当医生，我还以为回到学校了呢。哎，陆水杰，忘了告诉你啊。那什么，今天我们碰见你跟薛端吃饭了，他跟你吵架就是因为他吃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就在这儿。你别老前男友前男友的，这事儿跟薛鸾没关系。我之所以提朱红英的手术，是因为我觉得她手术有可能发生食管穿透，而我是主刀最合适的人选。朱红英的手术，我会跟杨主任申请，请你回胸外主刀。如果情况确实需要我配合，我会空出这个时间的。谢谢你。那么你呢？只有这个病人，这台手术，是你想做的？除了这台，我希望上林森那台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辞职离开仁和。杨帆在，胸外我是回不去了，我可以到其他医院救治。离开仁和，你就可以避开人事斗争，专心做外科大夫。离开仁和，你就可以继续说话不管不顾，肆无忌惮地做你陆晨曦吗？我想重新开始。护着你、惯着你的人，力不能及了，你就想去另一个地方。另一个地方，就会有品格白玉无瑕的领导
给你主持正义吗？我没奢望这个。我承认，我在仁和是混不下去了，不走不行。但是庄大夫，我想说明一件事儿。什么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刚进仁和就对傅老师这么不耻，处处针对。11年来，傅老师只要求我做他理想中的好医生，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错。而且我不相信他会做出那种窃取别人手术成果的事儿。我不想再和你讨论这个问题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也不认为你是那种为了争权夺利就诬陷前辈的恶人。我谢谢你了。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你昨天在我办公室已经问过了。你并没有回答我，你只是骂了我一顿，说我偏执、逻辑混乱，还说我蠢。对不起啊。我们两个现在都冷静下来了，我们能不能暂时不要互相猜疑、讽刺、谩骂？能不能像两个成年人一样冷静地去对话？庄说我这个人反应慢，你能不能用我听得懂的话告诉我，你跟傅老师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只要你愿意说，我就愿意相信。对于这件事儿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也不应该由我来说。明白了。那好吧，谢谢你能让我给周公英和林森做手术。晚安。还挺好吃。哎，走，还有早点吗？来，还有俩油条。啊，就剩俩油条了。哎，别吃，别吃，哎，别吃啊！那个小佳，你已经吃完了，你快去忙去吧。啊，好吧。来，鼎龙轩的包子，给我买的。是啊，我专门给你买的。说吧，什么事儿求我啊？啊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。你看你这个想法就太功利了。你说你喜欢吃这家早点，我就专程顺道给你带过来。来，追我啊？我就喜欢你这个不矫情的劲儿，算是吧。我家什么情况，你昨晚上都看见了。我不在乎，我想好了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照顾他妈。嗯，好，你答应了？好吃。你这行不行？给我个痛快话，行不行？跟我一块照顾我妈，你是有时间呢，还是有钱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也说了，你的前女友们，有的嫌你忙，有的嫌你钱少，
有的嫌你忙成狗钱还少。跟我一起照顾我妈这事儿吧，你要是有时间，我指望得上；你要是有钱呢，那咱能请一个全职保姆。那你说，你站哪头啊？就这个事儿，咱可以从长计议嘛。这么跟你说吧，陈少聪，我不讨厌你，但是呢，你确实顶不上什么大用。哎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怎么就顶不上什么大用啊？你看，你先听我说完啊。你呢，适合找一个条件合适，可以在一起搭伴啃老过日子的。我呢，不光没什么可啃的，而且身上担子还那么重。我得找一个有钱或者有闲的，这样日子还能过得轻快点。你说这些我都懂，但是2个人扛总比1个人扛强吧？那我大小也是个主治，这挣的还算可以。你自己说的，女人看男人，那不是看重男人钱多钱少，看重的是男人愿不愿意为她付出努力。这话你说的，我愿意呀。对，这话是我说的。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实际问题，我的这个问题比较大，我可不想等2人真好上了，人家再嫌我负担重，那不成给人添麻烦了吗？我跟我家老太太俩人过得也挺好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俩不合适。好了，谢你的早点啊。明还睡到吗？21床昨天下午2点手术，晚上11点，主诉胸闷胸痛，查心肺血压、做床边心电图均未发现异常。普外科来会诊过了，确诊为急性消化性溃疡，给抗酸药后缓解了很多。庄老师，我汇报完了。我提一个人事安排上的建议，请杨主任考虑，以后值班表上，刘长河副主任医师的3线值班，由我暂代。我做副主任医师的这个资格和能力，是职称评审专家委员会给我评定，怎么能说停就停呢？杨主任，刘大夫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副主任医师负责3线班的？去年1月评定了副主任医师之后，开始履行3线班责任。我3次与刘大夫同班，若干次同台手术。他做重要决定以及转诊病人时的能力，我不认同。我认为他无法胜任3线班医生的职责。我作为医病区的主管，决定暂停刘长河副主任医师3线班的安排，建议用副主任医师的责权标准，对他去年的工作做一次全面评估。全面评估1年1次，现在还没到时间呢。要评估大家一起评啊，凭什么针对我一个人？庄大夫是医病区的主管，要对医病区的所有情况负全责。既然他不认同刘大夫的工作，那么全面评估还是必须的。不是，主任，我来胸外15年了，从实习医师一直干到副主任医师。虽说每次考核我进不了前几名吧，可我也没出过什么大错啊。啊，还有，病人对我的投诉还是最少的，是吧？胸外科是高危科室，任务繁重，急重症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都应该各司其职，每个人负得起相应的责任。上级大夫提出意见，无论对谁，评估都应该随时进行。当然了，上级大夫也是一样。
出了问题之后，不要仅仅是包办代替，更重要的是要指导和教育，否则咱们胸外年轻的同事们还怎么进步呢？你说呢，庄大夫？好了，2病区开始汇报吧。下面我说一下2病区的情况啊。16号床今早出院。您可是答应过我，张根才这个病例由我来负责。您还说让我把县级医院肿瘤患者后续药问题给做，我做好了啊。还有，今年你可说过你要提我的。现在是你的直接上司在质疑你的工作能力，要暂停你副主任医师职责内的一切工作，等待评估结果。刘长河，你不懂什么是暂停一切工作吗？不是主任，这能怪我吗？我什么情况您了解呀？我了解什么呀？我们可不经常在一起工作呀。你以前的上司是陆晨曦，现在的上司是庄树，他们对你的工作评价可都不高啊。当然了，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等待评估嘛。庄大夫有一点说得非常对啊，像我们仁和这种临床压力特别大，随时接诊疑难杂症的地方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每个人都得负得起相应的责任。主任，我可是鞍前马后跟了您这么多年了。长河，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，你呀，基本功不差，当年也是正正经经留院的，就是想的太多了，不肯出全力，算计太多。算计？您说我算计？我跟您比就是没算计的。真最没算计的是陆晨曦，就知道埋头苦干了。现在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陆晨曦怎么了？他虽然人在急诊，但我们胸外的重要手术他也参与了不少。这种情况谁都拦不住，关键是有本事。长河，你是仁和的副主任医师，到哪里都不会没有饭吃。如果等评估结果出来了，科里就不得不重新给你安排位置。到那个时候，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。你呀，一贯会审时度势，现在就不要意气用事了。你说呢？好，我总可以，但主任你得帮我。行，说具体点儿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尽量做。第一，就这什么重新评估，不能进我档案。重新评估需要专家组，召集专家组需要时间。如果你1个月之内走，评估还没开始呢，自然进不了你的档案。我总得需要个推荐信吧？这个没问题，我来写。还有，之前我跟您做的那个论文，我也做了不少了。您看这署名上。行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署名的。主任，您看啊，咱们仁和的床位一贯紧张，病人排着队都进不来。我要是到了私立医院，您可以把病人介绍到我那儿去。刘长河，在咱们仁和，我都不敢把病人完全的交给你，你还指望我给你介绍病人？推荐信、论文署名我都可以给你。如果对方的医院打电话来问我，我可以尽量帮你说说好话。要是你还不满意，那只有留下来
等待评估结果了。您呐，这是得着良将，用不着我们。得，我走。我刘成河最大的优点就是识时务。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，就这假洋鬼子，不是什么善茬。今天能把我给踢走了，明天指不定还干出什么事儿来。您降不住他，防着点儿吧。鱼还是焦溜吧，我有大半年没吃你做的焦溜鱼了，多加点辣椒。不行，这焦溜鱼片要煎透啊，那得大半锅油呢。你血脂这么高，不能再吃那么高油。想我最近检查血脂都正常了，你今天就做一回吧。钟主任。啊。哟，这位是？我医院同事。哦。阿姨你好，我姓庄，找钟主任有点事儿。哎呀，你就是美国回来的庄教授吧？哎呦，长得真帅！哎，上楼坐会儿吧。你看我正好买了鱼，就在我们家吃饭。我闺女一会儿就回来。行了行了，庄大夫找我有正事儿，你先上去吧。是啊，我跟钟主任说两句话就走。哎呀，大热天你也不能站在下头说话呀，是吧？好了，你先上去吧。那行，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们聊啊。我们对于胸外科的疾病，从了解到突破，对治疗方式，从探究到确定，就是这样从病例的丛林中走过来的。大家都知道，维萨留斯是当代解剖学的奠基人，5个世纪以前就发表了《人体构造》这本著作。详细记叙了有关人体骨骼、肌肉、血液以及各种器官的解剖结果，被当时的教会视为异端邪说。但是他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。1564年，在教廷的迫害下，他被困死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。也许有人不理解，仅仅为了一个理论研究，与教廷对抗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值得吗？我们假设，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，收回了著作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解剖学科的建立和发展，人们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将不知道要滞后多少年，是我们的医学先驱用他们的医学理论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不畏强权、坚持真理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，才使医学走到了今天。这就是做医生、做医学研究最基本的底线。无论是做临床医生，还是做医学研究，如果守不住实事求是这个底线，
就会变得十分危险。有的人有优秀的能力，但不一定能把这点做得很好。因为太难了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的。陆晨曦前几天跟我大吵了一架，他认为是杨帆跟我散布了这个谣言，真是讽刺。陆晨曦从见习开始，打结、缝皮、开胸，一直到最尖端的手术技能，都是由傅博文亲自教授的。陆晨曦的从医准则，也是由他建立的。你现在让他承认，这个老师背弃了自己所秉持的信仰，他是很难接受的。这个老师的从医准则里，恐怕忘了诚实2个字。从你回来我就注意到，你总是在关注傅博文。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是想说楠楠吗？是啊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打听，每次看到有关于破获拐卖团伙的新闻，我都很关注。可惜没有楠楠的消息。我已经找到他了。找到了？什么时候找到的？他在哪儿？10年前，我通过国内的朋友打听到了他的下落，他就在家里，生活得很好。太好了，那你去见他了吗？他还记得你吗？我去看过他，但他恐怕不记得我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没有去认他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去远远地看了看他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去认他？他当年重病，被人贩子扔在了礼凤山区里。有一对夫妇捡到了他，他当时高烧不退，治愈后记忆产生了缺失。后来那对夫妇给他取名叫林欢，一直把他当作亲生女儿来抚养。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大提琴家了，在嘉林的交响乐团工作。有2次散场，我看到他父母在那儿等着他。一家人在一起很快乐，也很幸福。可是，这并不妨碍你去认他呀。你们兄妹分离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就不想和他团聚吗？我就跟他说什么，告诉他我是他的哥哥。30年前我把他丢了，告诉他我们的妈妈当年被人诬陷，之后精神失常自杀了。告诉他，直到现在，我这个当儿子的也无法为自己的母亲洗刷冤屈吗？我不想去破坏他们家人的幸福，也不想给楠楠的心里带来阴影。现在我宁可她是林欢，而不是张淑梅的女儿。你的性格跟你妈妈真是太像了。你怎么有时间跑来？听我给学生们上课？
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听您的课了，不仅是知识点和病例讲得清楚生动，更是您让我特别渴望当一名大夫，像您一样的大夫。当学生的时候，思想总是最简单的。傅老师，这么多年您一直强调从医的品质，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。我刚进仁和胸外的时候，有一个患者肺癌手术以后，红斑狼疮发作，控制无效，最终多器官衰竭死亡。虽然家属很伤心，但是并没有质疑我们的治疗。是您提出一定要做死亡病例分析。当时在胸外会议室的小黑板上，您写下的就是这4个字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治疗小组一直讨论到很晚，我们核对检查单和医嘱，查各种文献，最终发现，虽然我们的治疗没有违背原则，但如果我们对患者的指标变化更敏感，更综合地考虑患者全身的状况，调整用药的剂量，这可能就不会是一个死亡病例。最后是您自愿承担责任，告知家属真相，把讨论和反思写进了仁和胸外的教科书里。从那以后，实事求是就是我做医生的准则，而您就是我做医生的信仰。已经下课了，我要走了。我在仁和医院也到了该退场的时候了。是因为肺移植手术吗？自从我在院里听到很多谣言开始，我就在心里问我自己，替您找解释，找理由，但我实在是说服不了我自己了，所以我不得不来找您。我得亲口听您说，当时的真相是什么。对不起，晨曦。我不配做你的老师，更不配做你的信仰。实事求是是我教给你们的准则，我自己没有做到。
回来了。吃饭了吗？随便吃了点。哎，老庄，我跟你说啊，房东今天又出事了。怎么了？陆晨曦下午请假了，干什么去我不知道，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屋里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他一贯情绪起伏比较大。你没问他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了，他什么也不说，敲门也不开，还让我别理他。听声音好像还哭。你又惹他了？我没惹他，我有点累了，先休息了。晚安。腹泻病人为什么没有送肠道门诊？家长跟120闹，说非得送咱们急诊来抢救。刑2科感染科来会诊，我已经打过电话。园长呢？园长在那儿。园长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们都给孩子吃什么了？什么时候吃的？哎呀，我们是11点30分开饭，大约10分钟以后，有一个孩子就吐，而且说肚子疼，跟着就好几个。这不，我们赶紧就送。张松，给所有的孩子挂平衡溶液，赶紧查生化、电解质。你们幼儿园的人在这里都不要走，这件事情我要和疾控中心联系。来，你跟我来。快来看看这个赵雨熙吧，刚来的时候哭得特别厉害，说肚子疼，这会儿嘴唇也紫了，呼声也弱了。孩子家长在外面。血压多少？阿姨检查一下。60/40。来，把腿弯起来。疼吗？疼吗？这儿？这儿呢？叫普外下来会诊，给 B 超室打电话要求做腹部 B 超。好。谁是赵雨熙家长？赵雨熙家长，安静一下。赵雨熙家长，我是大夫。来，我是赵雨熙的奶奶。大妈，他父母呢？您家孩子情况有点复杂，得沟通一下。情况复杂，那您跟我说吧。这孩子从小跟着我，我是他的监护人。您能做主吗？能啊。他爸爸不在这儿工作，过年才能回来。他妈妈早不在了。那您跟我到观察室来说吧，我得问仔细点。哎，好吧，来。你的判断没错，孩子是发生了肠道跌。孩子身上有几处瘀斑，刚急查的尿常规回来，有蛋白有管型，我下了查抗体的单子还没回来。你是怀疑父亲子店吗？
孩子奶奶说雨熙有父亲子癫。是的，孩子是有这个病。袁大夫，你先带孩子上楼做空气灌肠吧，我跟奶奶交代一下雨熙的病情。杨宇，兰娜推下床。我带你上楼做个治疗，别着急。跟医生叔叔去吧，奶奶一会儿上去找你啊。来，小心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，你仍在守候吗？什么都不说，